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袁。妙龄女子在姑姑家中离奇失踪，警方调查多年依旧无法确定真相，奔波万里，苦心追查6年，在距离成功破案的最后一步，调查却陷入僵局。直到一个偶然的想法让事情峰回路转，谁也想不到，在案发后的6年时间里，那张王牌证据一直就在警方身边。故事发生在中国陕西省的定边县。2005年12月16号早上，一名女子向当地警局报案，说自己家里遇到小偷了。报案人名叫万红，案发2天前去了外地，结果回来后就发现屋里的相机和金项链还有700元现金全都不翼而飞。不但如此，自己的侄女也同时不见了。侦查现场后，警员发现报案人的遭遇和一般的盗窃案似乎不太一样。一般盗窃现场都会有明显的翻动痕迹，例如衣物柜和储物柜被打开，衣服被丢到地上等等。可万红的住所却非常整洁。根据资料，被盗房屋位于一个封闭的小院的2楼，外墙有2米多高，不容易攀爬。案发房屋的门锁和窗户等地方都没有暴力闯入的痕迹，嫌犯可能是熟人，也可能是技术性进入。这时万红提到了自己的远方侄女乔丽，当时在当地的通信公司上班，案发前半个月刚来投靠姑姑万红。由于万红刚离婚不久，家里孤身一人，就让临时借住自己家。2天前万红离家前，乔丽还在，可案发后却突然失踪。自此之后，无论是打电话还是发短信，怎么也联系不上。同事告诉警方，在乔丽失踪的2天前，还看到她有来上班，直到姑姑万红报案时，她已经3天没有上班了，而且也没有请假。大家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，住所财物被盗，住在自己家的侄女又突然失踪，很难不让人将嫌疑投向乔丽。那乔丽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根据资料，乔丽失踪时只有24岁，在2003年大学毕业后，她拿到了定边县一家通信公司的 offer， 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工资。当时和男友刚订婚不久，她的父母在外地开了一家5金店，虽然家境并不富裕，但家里也不着急用钱，根本没有盗窃的理由。况且对方还是有助于他的姑姑，父母不相信女儿会偷钱，更不相信她会无缘无故失踪。因为自从上学开始，女儿就一直是班干部，为人正直，失踪前也没有任何异常。父亲表示，如果女儿真的偷了东西，他会10倍或者20倍偿还。同事表示，乔丽在公司工作了1年多，不太爱和人打交道，也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，社会关系比较简单。但他有一个习惯，因为不和父母在同一个城市，所以每天下午下班后都会和父母通话。最后一次和父母通话是姑姑报案的前一天下午，给父亲打了电话后，乔丽又打了一个电话给姑姑的父母，这是他最后一个电话。自此之后，他就似乎人间蒸发。在搜查乔丽和她姑姑一起居住的房屋时，警方发现乔丽的钱包和钥匙都在家里，唯独不见人影。看样子应该是曾经回到家中。在枕头下还有她的一本存折，里面还有5000多元存款。一切迹象说明乔丽的失踪是突发性事件。那问题来了，那天下班回到家后的乔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在问询中，乔丽的姑姑表示，自己不见了一个黑色行李箱。她不明白，为何小偷连这个都要偷？因为这个旧行李箱并不值钱，里面也没有装任何财物。在餐厅墙壁吊柜顶面上，警方发现一把菜刀。姑姑证实，这把菜刀原先是放在煤气灶的抽屉里，虽然菜刀没有明显血迹，
但作为常见凶器，警方不得不做最坏设想。果然，在卫生间的地板和墙壁以及坐便器的边缘等地方，警方检查到了微量血迹，对比后正是属于乔丽本人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房屋内曾发生凶案。案发房屋所在的院子是个封闭小区，四周的围墙有2米多高，上面还嵌着碎玻璃，而且每晚11点小区就会关门。在案发楼栋的楼梯口，警方找到了一张凳子，可能有人在半夜借助凳子翻墙离开，不过他又不可能是失踪的乔丽。门卫反映，乔丽失踪当晚半夜2、3点钟时，有个20多岁、身高1.7米左右的男人叫门外出。这个男人说话带有西安口音，自称是院子的住户，但门卫记得自己好像没见过他。一番走访调查后，乔丽的未婚夫就成了第一嫌疑人。两人在2005年2月时订婚，计划年底正式结婚。更巧合的是，乔丽的未婚夫是宝鸡市人，宝鸡市就在西安市附近，两者口音相似，外貌条件和门卫的记忆高度吻合。可案发时，未婚夫有可信不在场证明，凶手不可能是他。围绕乔丽的身边人，警方排查了上百人，但都被一一排除。这时，乔丽的姑姑万红突然想起，在自己去外地前，家里来过一个不速之客。原来离异之后，她谈了个男朋友，不过对方住在外地，敲门的人就是男朋友的邻居，外号小东北。对小东北的突然来访，姑姑十分惊讶。更让她惊讶的是，男朋友的邻居还说自己钱被偷了，想找他借20元坐车回去。好心的万红帮了这个忙，也许是出于礼貌，又也许是其他原因，男友的邻居没有马上离开，而是主动走进卧室跟姑姑开始闲聊。当时刚好也在家的乔丽觉得有些不妥，就找借口暗示姑姑，让这个陌生男人离开。被乔丽的姑姑这么一说，警方也觉得她男友的邻居很可疑。可来到对方居住的出租屋时，却发现他已经搬走了，周围租户也没人知道他的具体信息，只知道他说话有股东北味，所以有个外号叫小东北。案发后的半年时间里，警方调查迟迟没有进展，最痛苦的莫过于乔丽的父母。乔丽来自农村，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中专，并拿到在通信公司的体面工作，让父母一直以此为荣。可刚燃起的生活希望又被一场失踪案无情浇灭。为了寻找女儿，乔丽的家人印刷了很多女儿的照片和寻人启事，辗转各地打听，花了很多钱，可还是一无所获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在案发后的第3年，警方找到了小东北的女友萍萍。萍萍表示，男友来自河南省洛阳市，真名叫全威。在2005年12月10号，也就是乔丽失踪的4天前，自己和男友发生争吵，男友一气之下就此外出离开。6天之后，男友又突然回来的目的只是告诉自己不要跟任何人说他的任何情况。从此之后，两人就再也没相见。除了行踪诡异，警方还发现全威有很多案底，一切的线索都指向这个男人。2008年，警方发现全威正在河南省蹲监狱，如果顺利的话，只要找到他就能查出真相。可来到河南后，陕西警方才发现，早在乔丽失踪的2个月前，全威就已经被关进监狱，也从未保释出狱。嫌犯在河南省洛阳市，而乔丽则是在陕西省定边县失踪，2个地方车程相距千里。
一个已经关在大牢的人，怎么可能有分身术跑到其他地方作案呢？要么是这家伙会分身术，要么是有人在撒谎。警方给萍萍看了几张照片，结果她一眼就认定监狱里这个被关押的犯人就是她的男友权威。不但如此，乔丽的姑姑也表示这人就是男友的邻居。警方调出了权威的家庭背景，一家人来自东北，但父母都在河南省务工，几年前还卖掉了在河南的房子。走访时，邻居告诉警方，权威有个双胞胎弟弟，名叫权超，不仅外貌长得一样，甚至高矮胖瘦也基本相近，外人很难分辨。一听到双胞胎，警方脑海里就展开了丰富的联想。为了区别这对双胞胎，他们四处走访调查后获悉，弟弟权超的左手小指有残缺，因为他当年沉迷网络游戏，被父亲用菜刀剁掉了一部分小指。与此同时，警方发现，在监狱中服刑的名叫权威的犯人，左手小指缺了2节。如此说来，关在监狱里的犯人并不是小东北权威，而是他的弟弟权超。弟弟挪用了哥哥的身份坐牢。看了2人的资料后，警方发现这兄弟2人都不是3好市民。1995年，弟弟权超因为犯盗窃罪被判5年，直到2000年才出狱。可在2005年8月时，他犯了强奸罪，距离上一次因盗窃被捕时间刚好在5年之内。按照规定，如果刑满释放人员在5年内再次犯罪，会被加重惩罚。权超这才冒用哥哥的名字服刑。至于为何河南警方没发现他在冒用身份，小渊我也很想知道。从2005年乔丽失踪，警方花了整整4年，才终于找到了第一嫌犯小东北权威。可跟随好消息一起来的也有坏消息。虽然权威有作案的条件，但警方找不到他作案的直接证据。法医曾多次勘察现场，不要说一条头发，就是权威的一枚指纹都没找到。从客观条件上来说，权威有99%的可能是凶手，但也有1%的可能不是凶手。除非找到确凿证据，否则警方无法排除剩余的这1%，即使它是1/1000或1/1000。审视屋内的物品后，警方认为凶器应该是那把菜刀，凶手把它藏在吊柜上面，实际上是此地无银300两。当时菜刀已经被人擦拭清洗过，表面没有权威的任何 DNA 信息，调查再一次陷入僵局，成为警方和乔丽家人的心结。案发过了5年，女儿是生是死一直都没有答案。因为一直无法放下对女儿的思念，乔丽的父亲开始频频出现精神恍惚的状况，经常在大街上撞到大树或者电线杆。接受记者采访时，他告诉记者，因为受伤的原因，自己现在有只眼睛没法自然闭上。很难想象，如果直到他老去的那天，他依然不知道女儿失踪的真相，那才是更让人寒心的死不瞑目。为了破案，当地警方找来多地的顶级法医，勘察现场后，卫生间门后墙角的一处血迹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们，这应该是拖把之类的物品接触墙角后形成的。为了印证设想，他们找来了一把拖把，用红墨水代替人血做了血检实验，发现出奇的一致，而且案发现场也有一把拖把，不过已经被清洗干净。
既然不是用抹布等工具，而是用拖把清洗，表明现场血迹非常多。要形成如此大量的血迹，有一种最常见的情况，凶手对死者进行了碎尸。结合在菜刀刀锋处找到的圆弧形豁口，很难不让人想到人骨。一切迹象表明，乔丽存活的几率微乎其微。那凶手会把尸体藏在哪里呢？在乔丽失踪后，由于案发房屋多次易主，而且期间多位租户入住，所以当年留在现场的痕迹早已被污染或者分解。当年的卷宗资料，刑警是看了一次又一次，尤其是那把菜刀上面的豁口，他们对比了房屋内其他物品，例如灶台的瓷砖、切菜剁肉的砧板等等，但他们都不太可能会让刀刃产生相似的弧度。在缺乏 DNA 的情况下，单凭这个豁口没法将嫌疑人定罪。某天晚上下班回到家后，其中一位调查人员回到家后做起了饭菜，看着手上的菜刀，突然之间他突然想到，案发那把菜刀并不是一体成型，握在手上的部分是由刀柄和木手柄组合在一起。前面分析菜刀时只提取了表面的痕迹，但从来没有想过把刀柄和木柄分开。即使嫌疑犯能把表面的痕迹擦除得一干二净，但刀柄和木柄连接处里面的痕迹，他肯定没法轻易除去。2011年9月，菜刀被送到了上一级机构鉴定，不出意外，他们还真的从刀柄上发现了人体的细胞组织，并顺利提取到了 DNA， 跟权威的 DNA 完全吻合。收到检验报告后，陕西警方连夜把凶手权威从黑龙江带到陕西审问。面对突然上门的陕西警方，权威一脸不爽。一开始，警员心平气和地表示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不料直接遭到了权威一顿亲切的问候。直到警方说出那把菜刀的检验报告时，权威嚣张的气焰才萎了下来。他承认，在2005年12月13号，也就是案发的前一天，从万红的男朋友那里打听到了万红的住址，还登门向他借了20块。可在外面逛了一圈后，权威就把这笔钱全花了。第二天傍晚，权威再次来到万红住所，想再借点钱，结果发现开门的人不是万红，而是他的侄女乔丽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看到权威的到来，乔丽自然就想到这人可能不怀好意。两人没说几句就发生了口角。听到对方说自己是骗子，一怒之下的权威直接冲进屋里，双手掐住乔丽的脖子。等他松开手时，却发现乔丽已经没了呼吸。权威非常后悔，本来是想要钱的，结果却不小心把对方的命也给要了。确定家里只有乔丽一人后，他从厨房找来菜刀，将尸体拖到卫生间肢解，然后将尸块装进旅行箱里，事后还对现场进行了精心的擦除和打扫。从傍晚6点多一直弄到凌晨2、3点钟，临走前还顺走了屋内值钱的财物。做完这一切后，已经是后半夜，小区已经关了门。权威又没有开门的钥匙，他从房屋找了一张凳子，本想翻墙出去，不料围墙太高，加上尸体太重，本想敲开大门，结果刚好看到门卫。当时看门的是一位中年妇女，警惕性不高。就这样，权威成功地将尸体运了出去，拖着个行李箱在外面走了一阵子后，他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抛尸点，眼看着马上要天亮了。权威决定把尸体藏在郊外。走着走着，他来到一个偏僻地方，刚好碰到一个机井洞，就将尸体丢在里面。
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乔丽才一直没被发现。审讯结束后，权威被警方带到抛尸点。当年的机井洞如今早已变成煤场，在煤场的一角，警方找到了洞口。6年的风吹日晒雨淋，早就将尸体摧残成残骸。法医小心翼翼地把尸骨打捞到外面，在靠近头颅的位置，他们看到了乔丽当年的发卡。DNA 检测证实，尸骨主人正是失踪多年的乔丽。收到消息后，乔丽的父母马上来到现场，母亲至今还不敢相信自己女儿已经遇害。案发后，姑姑一直觉得有愧于侄女，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认识了男友的邻居，也许侄女就不会遇害。如果自己那2天没有去外地，也许死在家里的就是自己。但世界上永远没有如果二字。2013年，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。法庭之上，权威交代了自己杀害和肢解乔丽的全过程，最终被判处死刑。对权威来说，估计他怎么也想不到，即使自己把现场打扫得那么干净，可还是留下了致命线索。他手中的那把菜刀，在砍向乔丽的同时，也砍向了自己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